大家好，我是 Anthony，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在上一期视频，我们讨论了在过去的10年里，教师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转变，以及这种转变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。这期视频，我想来聊一聊教学内容的改变。前段时间，我和一位正在中国大陆读书的高中生聊天，他是一个文科生。在中国的许多省份，文科生要学习政治、历史和地理。他告诉我，这几年来学校的课程内容发生了频繁的改变。比如，在2020年到2023年间，历史教材在对新冠疫情这件事的描述就发生过多次更改。在2022年，歌颂中国的防疫精神还是一个语文作文的热门素材，学生们纷纷在议论文的论据中引用防疫的相关案例。但到了2023年，老师和学校似乎不再鼓励这一点，歌颂防疫的作文反而不容易得高分。虽然官方对防疫的态度从高调迅速转为沉默，不过这位同学完全能理解其中的原因，并认为这样学校的教育显得很可笑。虽然中国学校的教育内容一直都没能摆脱政治宣传的定位，但从改革开放后，学校教育多少还是提供了一点知识性的价值，尽管这一点知识并不值得学生们用那样辛苦的方式去学，但至少政治宣传还不至于像文革时期那样蔓延到所有学科上，而主要集中在政治、历史、语文这样的课程上。至于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以及工科，虽然教学内容经常比较陈旧，但也没有多少政治宣传的色彩。这或许是中国社会存在歧视文科生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因为中国的文科相比理科有更多不讲逻辑的内容。我们知道，从1949年到1976年文革结束，中国的大中小学课程内容是逐渐朝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的，而且这种发展是恶性的蔓延到所有领域的。例如，1958年，北京师范大学发起了批判心理学资产阶级方向运动。当时的主流心理学认为，人类有着共同的普遍的心理学规律，这意味着人的心理现象是可以被理性所解释的。而批判者认为，这种观点是资产阶级倾向，人类没有共同的心理规律，因为人都是以阶级划分的，只有阶级的人，没有抽象的人。人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阶级性的，都打上了心理学烙印。其次，心理学认为，人类的心理活动有生物学基础，受生理规律的影响，例如抗抑郁药就是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缓解精神问题。但当时的批判者认为，人的心理活动只能受阶级地位的制约，不能受生物规律的制约。例如，资产阶级闻香水是香的，他们觉得这很美，而无产阶级闻香水是臭的，因为他们觉得抹香水很丑恶。资产阶级闻大粪是臭的，因为他们觉得这很脏，而无产阶级闻大粪是香的，因为大粪可以施肥。这就是阶级性导致了人的心理感觉的差异。有学者反驳说，那么对那些由于神经系统受到损伤而丧失了心理机能的病人，该如何用阶级立场解释？批判者说，那些病人归根到底是由于阶级立场不正确，而战斗英雄在与敌人战斗时，他的大脑严重受伤，但仍然能指挥战斗，这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阶级立场。当时的批判者还着重批评了巴甫洛夫学说。巴甫洛夫学说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。批判者则指出，巴甫洛夫是用肉来建立起狗的条件反射，不给肉吃就不能建立条件反射，这是宣传经济挂帅的修正主义，而无产阶级战士不需要物质刺激也能执行命令。辩论会开到这里，基本上也就没什么人想反驳了，因为这种批判已经到了完全罔顾常识和事实的地步。它的目的本来就在于要消灭常识和专业的理性，这样才能将官方的意识形态，也就是阶级分析理论渗透到所有的领域。极权主义要垄断对真理的解释权，因此必然声称自己的理论是能解释所有问题的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这种渗透就只能是根据一些非常肤浅的表象，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事物胡乱地联系起来。
进而使得所有的话语都必须通过唯一的政治话语才能得到表述。改革开放后，这种意识形态的恶性膨胀有所收敛。从1980年代起，政府放松了对教育领域的控制，包括恢复高考，以及大学课程的学术性和专业性。许多曾经被打倒的知识分子开始回归学术领域，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似乎从许多领域退场。不过近年来，人们发现中国的教育似乎又在朝着那种胡乱联系的方向发展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所有中国大学推广开的课程思政。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两个概念。思政课程指的是中国教育体系内的一系列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，比如小学的品德与生活，初中的思想品德或者道德与法治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、毛泽东理论、近代史纲要、习思想等等。每个国家的学校都有类似于思想品德之类的课程，而且大体上都会包含一些诸如要爱同胞、团结协作、遵纪守法之类的教育，但对于公民在社会中的积极参与和自治的强调才是关键的区别。中国的道德教育对道德的理解是非常狭窄的，基本上指的就是安分守己，遵守现成的秩序就可以了。它在理论上否定了公民通过参与来改革现有规范的可能，也否定了个体批判能力和质疑能力的发展。而课程思政则不同。按照官方的表述，课程思政不是某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，而是一种教育教学理念，即所有的课程都具有传授知识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，承载着培养大学生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作用。在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《高等教育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》中这样解释：课程思政要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，形成协同效应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。用了这么多全字，也能看出官方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确实达到了极端的程度。这份文件也具体指出了各类专业该如何根据思政原则自我改造。像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这类本来就属于政治宣传重灾区的学科，自然不用多说，而对经济学、法学类课程，则要求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，也就是摒弃西方的影响。理工科专业也要将马克思主义观点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，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，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。不了解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些东西都是怎么结合的。许多高校教师也是绞尽脑汁地寻找各种切入点，从他们发表在各个期刊上的课程思政论文，我们能明显地感到一种熟悉感。例如，这篇论文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几位老师，讨论了如何将微积分与思想政治结合起来。在讲到利用等价无穷小替换来求极限值的时候，突然开始强调大学生的诚信问题，强调讲诚信、懂规矩、守纪律是大学生的基本素质，让人感觉不知所云，莫名其妙。中国教师报的一篇文章《我发现了数学教育的秘密》中这样写道：王老师的一堂课颠覆了我对数学教育的认知，在讲到刘辉的歌源数时引入了雷锋日记和4个自信。作者并没有写王老师是怎么把这些东西怎么联系到一起的，不过接下来作者又说道，如果我们在教学生分类讨论时渗透一下因地制宜的思想，学生会更容易理解国家政策在各地的实行方式，再比如解题时将特殊值带入，与国家政策实施前开展试点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像这样的类比和联想，其实是课程思政的主要方法。不过，有时候这种联想会产生很滑稽的感觉，比如这份来自河北大学的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设计，讲的是如何把分子生物学与思想政治结合起来。作者把原核生物大肠杆菌通过 mRNA 对基因组的统一调控，类比成了毛泽东通过3湾改编和古田会议建立起对军队的绝对领导，使军队灵活自如。
然而，将领袖类比成大肠杆菌，这放在文革时期似乎有侮辱领袖的嫌疑，真不知道怎么能被评为优秀的。其实，采取类比和联想的方式来教学，这本身无可厚非。一个人总是需要用简单易懂的事物来理解一个复杂抽象的事物。然而，用建军的历史来理解分子生物学，这完全无法从教育理论的角度去解释，因为党的历史离学生的生活体验更加遥远和抽象，也完全起不到帮助学生理解的作用。接着我们来看新能源技术是怎么与课程思政结合的。这位老师这样写道，在讲解核能时，要讲述中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历史，原子弹对中国的意义，讲述中国的核电材料是如何打破技术壁垒的，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家国情怀。在讲解太阳能时，要强调中国的发电量世界第一，光伏电池产能世界第一。给人的感觉是这门课本身就是政治课，能源技术知识反而成了配角。总之，课程思政主要采取3种方法切入，要么就是生硬的不知所云的拼凑，要么就是根据一些表象去与官方意识形态建立联系，要么就是大量的使用意识形态作为教学案例。而这里的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2个部分组成，一是党的历史，主要是一系列神话故事，即魅力型领袖是如何一步步拯救中国的；二是民族主义的东西，比如中国传统文化、中国悠久的历史等等。法国社会学家雅克·埃吕提出，有效的宣传必须持续不断，不能放松。宣传可以分为2种，一个是前宣传，或者说叫潜意识宣传、下意识宣传，另一种则是动态宣传。动态宣传指的是在一些关键时刻用来动员群众的宣传，而潜意识宣传则是持续不断、缓慢有序的。它的目的是制造一种不思考的习惯，培养人们对某些符号、词语的条件反射，使人们看到这些符号就产生出宣传者所需要的情绪。因此，尽管这些课程思政设计非常的没有逻辑，似乎只是将意识形态杂乱地灌输其中，学生们也并不见得有多么理解官方的思想，但就政治宣传的目标而言，它的确起到了持续不断和无处不在的渗透效果。相比于从认知上认同官方意识形态，宣传者更喜欢培养的是情绪，强制或者诱使学生和老师们不断重复那些假话和套话，可以使情绪不断地被调动起来。即使一个人内心深处不认同这种理念，但不断出现的意识形态符号也会提醒他抑制自己的想法，结果是这种不认同也难以发展成为某种成熟的意见或思想。总的来说，课程思政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已经全面地朝着维稳化的方向发展了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成为了维护所谓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场，其代价则是老师和学生们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上的大倒退。教育的维稳功能日益增强，也必然意味着教育本质的丧失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本期视频会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中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咨询或与我讨论，请联系我的邮箱，也可以加入我的会员频道收藏视频的文字稿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再见。